大家好，我是咪咪，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今天我想要来做麻薯面包，它的名字又叫做恐龙蛋。那今天的面团我们要使用泡芙的烫面法。我们首先准备今天需要的粉浆，今天需要牛奶75公克，以及糙米粉15公克，还有细砂糖15公克。那我们把糙米粉跟砂糖都倒进牛奶碗里面，然后搅拌均匀。那搅拌均匀之后，我们先放到一旁，然后准备10公克的植物油。我们需要以中小火先把油加热，等到油温稍微热之后，再倒入刚刚的粉浆，不断的拌炒到粉浆呈现像麻薯的状态。记得这个时候火不要太大，避免烧焦。这个是炒过的面糊，表面会呈现油亮，感觉很像麻薯。那接下来我们准备加在这个面团里面的材料，我们需要准备木薯粉60公克。如果你是买到粗粒的木薯粉，记得先把它过筛变细，才不会让那种粗糙的颗粒影响之后的口感。然后我们还需要准备鸡蛋1颗，等一下鸡蛋不一定会全部加入，根据刚炒的面糊的湿度而定，以及加在里面的配料黑芝麻大约7公克。那我们先把木薯粉分次加入，等到拌匀之后加入打散的鸡蛋，一次先加入一点点就好了。我们要让面团浓稠，但是又可以留下来的程度，像这样子就还太硬。那这一步如果不小心鸡蛋加太多导致太湿，可以加一点木薯粉来调节湿度。那麻薯面包制作的时候，我还是比较建议使用鸡蛋。我之前有试过用亚麻籽蛋，但是它的延展效果比较没有那么好，烤出来的表面会比较不平整。那像这样子用刮刀提起来的时候，呈现一个倒三角形，面团留下来，但是又没有断掉，就差不多可以了。我们把黑芝麻加入，因为我们这次是使用泡芙的做法让面包膨胀起来，所以等一下记得烤箱一定要预热温度足够，而且在烘烤的时候烤箱门不要打开来，避免温度不足造成它无法膨胀。搅拌好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填入挤花袋里。接着我们把面团挤成圆形，我这个烤垫它的这个小的圆圈直径大概是4公分，那个大小的话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来调整。挤完之后可以取一只沾湿的铁汤匙，把顶端这个圆角给抹平，烤完之后它才不会有一个角角凸出来会硬硬。接着我们以190度烤大约15到20分钟。那麻薯面包现在出炉了，表面的话会有一点点的裂纹，那底部的话是看起来很好吃的咖啡色。那我现在把一个麻薯面包切一半给大家看一下剖面图。里面的话会有这样子的大孔洞，就和大家在外面买到的麻薯面包，它里面的结构是长得差不多的。中间的部分 Q 弹有嚼劲。那这个麻薯面包制作完成之后，最好当天或是隔天就尽快吃掉。如果你发现它变得太硬的话，可以再放回烤箱稍微加热一下。在制作的时候，它最需要注意的地方，第一个是在炒一开始的面糊的时候，记得不要炒得太焦，不然的话后面会造成它比较难发起来。还有就是在烘烤的时候，记得不要打开烤箱门，那它烘烤的温度也要足够高，不然也会导致它不容易膨胀起来。如果你也喜欢做无麸质的小点心，欢迎点击我的头像，里面有更多的无麸质饼干、蛋糕以及其他甜点的食谱哦。
如果想看我制作其他的点心的话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哦。我们下一期见，拜拜。